各位黎多范地学院的同僚们，又到了一版本一次的悍跳环节。在这里呢，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先和您分享一下。好消息就是随机数这一次惨败，命中0个，出师不利。坏消息呢，本人也是惨败，命中0个 ，PK 打了个平手，也算是针尖对麦芒了。那么顶着5.0 0分的压力，这次悍跳能否逆天改命呢？从概率学上说，这次是真的谷底了，再怎么猜，最多也是走平，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那就让我们开始本期的悍跳吧。本期5星 UP 的情况呢，是上半双岩，下半火草。下半火草的特征十分明显，胡桃没有行丘，走不动道。纳西达背负着种门的荣光，所以行丘100%有，这16%的概率我已经收入囊中。然后看我的命运复刻表，97人已经许久未复刻了，那么加入97人简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我知道这个时候有些同僚们会觉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老米他会如此好心吗？不可能的。但是呢，我觉得在当下原神游戏内外都面临着口碑的压力，97人大将在这里可以提振人气，表达诚意，给入坑没多久的玩家一个快速提高强度的途径，何乐而不为呢？虽然我看不透命运，但我能猜透人心，所以我觉得97人的概率非常大。而下半的最后一个位置选择就很迷茫了，按照陪跑间隔的时间来推演，我觉得科莱在这个位置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当然迪奥娜也许久没有陪跑了，作为一个功能性的盾奶，也很有可能在版本的初期为新入坑的玩家保驾护航。但是考虑到5.1的版本大活动是在须弥展开的给小草城过生日的花神淡季嘛，所以我觉得科莱的可能性还是更大一些。我选择科莱作为下半的第3人，一定要赢啊科莱。那下半结束之后，我们来到上半。上半的双岩组合看起来是一个辅助加一个后台副 C， 那么我认为在陪跑之中就应该安排一个主 C 来和他们搭档，因此我会选择我的 XP 角色宁光。本来呢我是想选女仆的，但是女仆和灵命牵制的象性并不搭，而宁光则可以创造岩造物，触发牵制的天赋，额外增加一个娃娃，和希诺宁呢也是挺搭配的，显然它是更适合的选择。另外希诺宁能够给队伍中其他元素减抗，所以剩下的2个位置安排其他元素合情合理嘛。在这里呢我会选择皇女费小。首先呢她许久没有陪跑了，其次作为一个后台副 C， 组队也是比较万金油的存在。那么剩下的最后一个位置排除了一堆冰封元素之后，我觉得这个上半的组合里刚好缺一个4星的回复，所以名额自然就落到了芭芭拉和多莉的头上。而就那么巧，这2位奶妈 4.5 都陪跑过，这就让人很难办了。多莉是我的，芭芭拉呢又比较灵活。这个时候我灵光一现，想到了恰斯卡。为什么是恰斯卡呢？因为在剧情中恰斯卡是个弓箭手，而多莉有着画地为牢的缺点，所以远程角色能够缩小画地为牢的战斗劣势。而娜塔武器聊聊棒有一个利用自身元素附着的机制，多莉又可以给角色雷附着。恰斯卡连续在 5.0 5.1 中出现，铺垫很多是一个被龙抚养长大的，体内能量异常，随时可能暴走的风元素角色。那说不定恰斯卡就是一个利用自身元素附着机制的设计呢。好，这个我自己脑补的大饼，我先吃为敬啊。既然多莉有更好的安排，那上半的最后一个位置我就选择芭芭拉。所以5.1的陪跑4星就是上半芭芭拉宁光皇女，下半97人行丘科莱。接下去呢就是和我势均力敌的对手命运试数器的表现环节了。首先是上半角色的选择，我们来选3个数。好的，现在命运给出的指示已经出现了分别是05、18和09。那么在复刻表中对应的角色分别是97人皇女林妮特。在皇女的预测上，命运的想法和我一样呀。然后我们来到下半的预测，下半的3个数字分别是14、15、18。重复了，那我们就再抽一次这一次呢显示的是03是早柚。那么下半的陪跑人选就是早柚、多莉还有云底。我觉得我都不用看最后的答案，命运试数器的下半肯定是错的离谱可以提前宣布我黎多范地学院的胜利了。
那么各位对于本次的悍跳有什么看法呢？